为了避难，我们村庄正在寻找新的住所。只是看着中间的河流，村里那个没考上大学的叔叔笑出了声。接着呢，我们在河边安了家，搭建了简单的棚子。我呢也是惊喜的发现，30个人的村子现在只剩下了2。那这一男一女呢，选择用叠在一起挠头的方式庆祝吃鸡。我给女人取名叫大力，男人叫小力啊。大力呢，他是个爱坤，他在村子旁边发现了很多的坤坤，并建立了牧场。而且因为他更喜欢哥哥，所以每天都有鸡蛋吃，算是解决了目前一部分的粮食问题。而小力呢，则负责一些粗活，砍树、建房子都是他在负责啊。但只是这样可没用，我很难想象2个人口的村子能有什么发展。而且如果大力小力没有产生爱情的火花，那这村子就要绝后了。但很显然啊，我多虑了，他们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名叫吴丽。吴丽呢，完美继承了爸妈的癖好。平时呢就喜欢在空地上抠头。那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，我们盖了裁缝部，造了公共厕所，以后再也不用随地大小便了啊。开垦了农田，打了水井，好像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样子。但是啊，这些建筑每个地方都需要一个劳动力，就连厕所上都要挑粪工。我总不能让年纪最小的去挑粪吧？其实我也试过了，不让我选啊，可恶！那就在我等着村子完蛋的时候，一帮移民来到了我们村子，看着他们整齐划一的步伐，我心中燃起了对未来的美好期望。这才对嘛，2个人能干什么呀？就得人多才。说什么？这里没有市政厅，无法登记人口。我们换个村子看一下吧。市政厅？屁大点的村子，一共他妈3个人，每天不是养鸡就是挠头，就这3口人，你居然在问我要市政厅？糟好了，那么有了市政厅，我们就可以接纳移民了。其实有移民来，我一点都不意外啊，毕竟我们村幸福感和舒适度都很不错，他们愿意来，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嘛。而村民多了之后，建设的速度就快了很多，渔场、学校、采石场、水磨坊，还有各种建筑都慢慢建了起来。顺便一提啊，因为我们村子要自给自足，所以很多东西都要我们自己来弄，会很辛苦。例如想做出最简单的衣服啊，就要先在农田里种亚麻，种亚麻就要建水磨坊做成粗布，粗布还要再拿去裁缝部裁剪，这一来二去呢，才能把最普通的衣服做出来。同时啊，建筑肯定也不是免费就能建成的，所需的材料随着建筑的复杂程度也会提升。总之就是不好搞。那遇到困难，我们总归是要克服的嘛。村长大力说了，1年搞不好，咱们就搞2年，2年搞不好就3年，3年搞不好那就4。村民们悲痛欲绝，大家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很快呢，村庄越来越大了，食物多到吃不完，水、资源、衣物、工具应有尽有。新出生的孩子变多，村庄呢也吸引来了更多的移民，所以村民们在河对岸建立了第2个城镇。这里有更丰沃的土地，更多矿脉的矿山。那随着人口的增加，我们还选举了市长。我们和其他城市的人在港口做交易，虽然他们卖的东西很高级很昂贵，但我们可以用吃不完的稻米、甜菜来换。随着人口的增加呢，又需要新的房屋和居民地了。这虽然说呢会需求更多的资源，可我毫不在意啊，因为你们看到右上角的数据全部都是绿色，这代表我们每年生产的东西是远大于消耗的东西的，咱们的货物只会多不会少，城市呢也只会越来越庞大。来，大家看，咱们的城市也有4大马克思了啊！工业上呢，造纸、造灯、烧窑的产业链也是很成熟，只是我发现这个生育数量怎么是越来越低了。而且呢，原本有大几万的粮食和水，此时此刻竟然要消耗殆尽了，这不可能呀！我这到现在还是绿色的呀，理论上来讲，数字应该是只增长不减少的才对啊。但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个时候我们碰上了一场大干旱，原本就紧缺的粮食和水，这才彻底断了。一开始只有几个人饥饿，慢慢的几十个，没有水喝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。接着瘟疫爆发，大家逐渐衣服都穿不到，只能衣不遮体了。我尝试修建了4座蓄水池，这可比水井挖水猛多了。而且我们现在工业很发达，单位农田我造了4座效率更高的种植园，但即便如此，一切都好像是无济于事了。我看着整个地图上饥饿、口渴、寒冷、衣不遮体的人们四处游荡，看着左上角明明是绿色的增长的数字，但人们却在这钢铁地狱中哀嚎。人口在减少，不断减少，最终归零。这座庞大的城市到最后也就只剩下了庞大的城市而已。我看着这座繁华的废墟，但脑子里想的却是第一天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景象。好的，那么今天这期部落幸存者就先玩到这里啊。如果你也想玩这款游戏的话呢，就自行下载啊。那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呢，别忘了点赞、投币、关注花生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886。